我谈了5年的男友，因为我不能生育，转身娶了别人。婚礼那天，他发朋友圈配图9宫格，文案是终于找到了对的人。我在下面点了个赞，然后拉黑了他。1个月后，单位主任找到我，神秘兮兮地说：“我儿子也不能生，你俩凑合过吧，正好谁也别嫌弃谁。”我想了想，反正也没人要，就答应了。婚后3个月，我去医院检查胃筒，医生看着 B 超单，表情古怪：“恭喜啊，3胞胎，得好好养着。”我当场懵了，拿着单子的手都在抖。陆泽远结婚的日子，天很好，朋友圈刷到了9宫格的婚纱照，新娘笑得很甜，依偎在他身边，小鸟依人。他配的文案是5年兜转，终得良人。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胃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块冰，又冷又硬，硌得生疼。我们谈了5年，从大学到工作，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结婚，直到半年前，一张不孕的诊断书给我判了死刑。陆泽远的母亲找到我，话说的客气又残忍：“我们家3代单传，不能到泽远这里断了香火。江瑶，你是个好姑娘，但是我们家没有福气。”我没哭没闹的分了手，他甚至连一句挽留都没有，只是沉默，然后说了句对不起。现在他找到了他的良人，一个能为他传宗接代的女人。我点开评论区，下面一片祝福：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恭喜陆哥，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终于等到你结婚了，一定要幸福啊！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比哭还难看。指尖悬在屏幕上，最终在那个红心上点了一下，然后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手机扔到一边，我把自己埋进被子里。黑暗中，我好像听到了婚礼的喧嚣，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第2天去单位，眼睛有些肿，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同情。大家的消息都很灵通，整个科室都知道我谈了5年的男友，昨天娶了别人。我像往常一样打卡、开电脑、整理文件，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假装那些同情的目光不存在。一整天我都埋首于工作。快下班时，科技主任王德发敲了敲我的桌子：“江瑶，来我办公室一下。”王主任50多岁，平时不苟言笑，很有威严。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了主任办公室。王德发给我倒了杯水，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混合着审视和犹豫的表情。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小江，你的事我听说了。”我低下头，捧着水杯，手指收紧。他安慰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别难过，都过去了。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说个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神秘。“算是个机会吧，就看你怎么想了。”我抬起头，不解地看着王德发，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有个儿子，今年30了，也没结婚，他身体也有点问题。”王德发叹了口气，眼神复杂：“跟你一样，医生说很难有自己的孩子。”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主任的儿子王瑞，我在单位年会上见过一次，很高很瘦，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他不爱说话，全程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没想到我们家就他一个，什么法子都试过了，没用。王德发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本来想着这辈子就这么算了，但他一个人，我们老2口总不放心。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心跳开始加速。小蒋，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踏实本分。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你看，你俩情况特殊，凑到一起，正好谁也别嫌弃谁。你们要是结了婚，以后就是一家人。我们老2口肯定拿你当亲闺女待，房子车子我们都准备好了，绝对不让你受委屈。我彻底懵了，这是在给我介绍对象？不，这更像是一场交易，一场2个残次品之间的资源置换。我们俩凑在一起组成家庭，既堵住悠悠众口，也让家长辈安心。听起来荒唐又现实的可怕。主任，这太突然了。不突然，我考虑很久了。你和陆泽远的事我一直看在眼里，那小子没担当，你跟他分了是好事。王瑞那孩子除了性格闷点，人品绝对没问题。你们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以后我们老了，你们也能互相扶持。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还能找到更好的吗？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在这个小城里就是贬值的商品。或许像主任说的，搭伙过日子才是我最好的归宿。你回去好好想想，不着急答复。王德发看出了我的动摇，放缓了语气。这是王瑞的电话，你们可以先见见聊聊。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我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那个周末，我约了王瑞，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他还是那样干净、沉默，带着一丝疏离。我们聊了很久，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我在说，他在听。我爸说的那些你都清楚了，我不能生育，你也不会有普通家庭的那些压力。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试试。他的眼神很真诚，没有怜悯，没有嫌弃，只是一种平静的接纳。我想了想，答应了，反正也没人要了，就这样吧。1个星期后，我们去领了证。红本本拿到手的那一刻，我甚至没什么真实感。我江瑶就这么又嫁了，
嫁给了一个只见了2次面的男人，只因为我们都不能生。和王瑞的婚后生活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住进了我那套单位分的小公寓，我们分房睡。他每天早出晚归，我们交流很少，更像是一对合租的室友，而不是夫妻。唯一改变的是我婆婆刘玉梅的到来。她在我领证的第2天就提着大包小包搬了进来，美其名曰照顾我们。其实刘玉梅是个很强势的女人，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挑剔，嫌我做的饭菜不清淡，嫌我洗的衣服不干净，嫌我晚上看书费电，我一概不理。反正这桩婚姻本就是各取所需，我没必要讨好她。王瑞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这个家安静的诡异。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就感觉一阵恶心，冲进卫生间，吐得天昏地暗。刘玉梅站在门口，皱着眉：“怎么回事？吃坏东西了？”我漱了漱口，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可能有点肠胃炎。年纪轻轻的，身体这么差。她撇撇嘴，一脸嫌弃。接下来的几天，孕吐的反应越来越严重，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刘玉梅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天天病恹恹的，晦气。我们家是娶了个媳妇儿，不是娶了个药屯子。我懒得跟她计较，请了假，自己去了医院，挂了消化内科。医生问了一堆问题，然后让我去做个 B 超。我躺在检查床上，冰凉的探头在小腹上滑动。做检查的医生是个年轻的女人，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很久，脸上的表情从平静到惊讶，再到不可思议。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抬起头看我。你这是胃疼？我虚弱的回答：是啊，恶心，想吐。他推了推眼镜，表情古怪的指着屏幕：你这哪是胃疼，你这是害己。我的心咯噔一下。什么？医生拿起旁边的纸巾，擦掉我肚子上的凝胶，语气里带着一丝惊奇：恭喜啊，3胞胎，孕期大概12周了，胎心都很好，你这得好好养着，一下来3个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慢慢的坐起来，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3胞胎，我不是不能生吗？医生把 B 超单递给我，我看着上面那3个小小的孕囊，像3个小小的黑点，静静地待在我的身体里。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我捏着那张薄薄的 B 超单从医院里走出来，阳光有些刺眼，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怀孕了还是3胞胎？那个信誓旦旦说我不孕的医生，他的脸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误诊，可我的人生已经被这个误诊彻底改变了。我丢掉了5年的感情，像个垃圾一样被抛弃，然后又像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被打包嫁给了另一个残次品。现在我怀孕了，这桩建立在同病相怜基础上的婚姻瞬间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瑞，怎么面对他那个挑剔的母亲。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是一条银行的转账短信。王瑞给我转了5万块钱，附言是家用，这是我们结婚以来他第一次给我钱。我们婚前有过协议，经济 AA， 互不干涉。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是愧疚还是施舍？我看着那串数字，心里五味杂陈。回到家，推开门，刘玉梅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狗血电视剧。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瓜子壳吐了一地。看见我回来，她眼皮都没抬一下。不是说胃疼吗？去个医院怎么去了大半天？是打算把医院当家，赖在那儿不回来了？他的语气尖酸刻薄，我已经习惯了。我换了鞋，没有理他，径直想回自己的房间。站住！刘玉梅把遥控器往茶几上重重一拍。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跟你说话，你聋了？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我说过了，我身体不舒服。他冷笑一声，上下打量着我。不舒服？我看你就是懒，矫情，一天到晚装病给谁看？我们王家可不养闲人。想当初你嫁进来，我就是100个不同意，一个连蛋都下不了的鸡，娶回来有什么用？占着个窝都嫌晦气。他的话越来越难听。放在以前，我或许就忍了，左耳进右耳出。可今天不行，我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我不能让他们在这样的辱骂声中感受我的委屈。一股无名的怒火和勇气从心底里窜了上来。我走到茶几前，从包里拿出那张 B 超单，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拍在了他面前。看清楚。我的声音不大，却很冷。刘玉梅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敢跟她顶嘴。她不屑地拿起那张纸。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单子凑到眼前。下一秒，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刘玉梅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 B 超单，脸上的表情从轻蔑再到震惊，最后定格在一种极致的荒谬上。他把那张单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仿佛想从上面看出花来。怀孕？他的声音干涩，像是被砂纸磨过。这不可能。他猛地抬起头，眼神像2把淬了毒的刀子，直直地射向我。你不是不能生吗？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看来是以前的医生弄错了。刘玉梅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他站起身，一步步向我逼近。弄错了，我看不是医生弄错了，是你这个女人不守妇道。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恶意的揣测。王瑞她也不能生，我们家王瑞也去查过的。你们两个不能生的人凑在一起，怎么可能怀上孩子？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野种？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一片冰凉。这就是我的婆婆。在得知我怀孕，而且是3胞胎之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怀疑，是羞辱，是给我扣上一顶不真的帽子。我忽然觉得很可笑，也替王瑞感到可悲。在他的亲生母亲眼里，他生育能力的事实不容置疑，甚至可以成为攻击他妻子的武器。我没有争辩，也没有解释，在绝对的偏见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我只是平静地开口，等王瑞回来，你问他吧。说完，我不再看他一眼，转身回了房间。王瑞是下午5点多才回来的，我一直待在房间里没出去。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王家的脸都要被丢尽了。刘玉梅压抑着怒火的告状声。妈，怎么了？然后是王瑞略带疲惫的声音。怎么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你那个好媳妇怀孕了，还一次怀了3个，你自己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衣物摩擦的声音，大概是王瑞放下了公文包。之后是长久的沉默，我握紧了手心，等待着他的审判。他是会相信我，还是会像他母亲一样，认为我给他戴了绿帽子？B 超单呢？过了许久，我才听到王瑞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平静。在桌上，你自己看。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拿起那张 B 超单，看到上面诊断结果时，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裂痕。你跟他谈过了吗？谈？有什么好谈的？一在外面偷人的女人，还有什么好谈的？直接让他卷铺盖滚蛋！我们王家丢不起这个人。刘玉梅的声音充满了鄙夷。医生也会有误诊的。误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一个误诊就罢了，还能2个都误诊？你别是傻了吧，王瑞？这种事儿你也能忍？妈，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能不说？这关系到我们王家的名声。我明天就去找王德发，让他好好看看他给你找的好媳妇。够了！王瑞的声音第一次提高了，带着不容置喙的权威。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我听到脚步声朝着我的房间走来，然后房门被敲响了，不轻不重，是他一贯的克制。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打开了门。王瑞站在门口，走廊的灯光在他金边眼镜的镜片上反射出冰冷的光。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喜怒，手里捏着那张已经有些褶皱的 B 超单。我们四目相对，他的眼神很深，我看不透里面的情绪。我们谈谈。我点点头，侧身让他进来。他走进房间，没有坐下，就站在书桌前。我关上门，隔绝了门外刘玉梅试图偷听的视线。他说的是真的。他晃了晃手里的 B 超单，单子上写得很清楚。我回答：什么时候的事？今天早上去医院查出来的。他沉默了，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和我结婚3个月却比陌生人还疏离的男人，我忽然不想再猜了。我直接问他：你信吗？他抬起眼看向我，我只信检查结果。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明天请假，我们去市里最好的医院，你重新做个检查，我也做，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他的处理方式理智的近乎冷酷，没有质问，没有安慰，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像是在处理项目，而不是在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可能存在的孩子。但我却松了口气，至少他没有像他母亲那样直接给我定罪，他给了我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好，我点头答应。就在这时，刘玉梅的电话响了，她大概是回自己房间打了，但她的大嗓门穿透了2扇门板，依旧清晰地传了进来。喂，他爸，你赶紧给我回来一趟，出大事了，你那个好儿媳妇肚子被人搞大了。王瑞的眉心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他父亲王德发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爸，你先别听妈说，江瑶怀孕了，情况有点复杂，你先回来吧，我们当面说。挂了电话，他对我说：今晚我爸会回来，我们开个家庭会议。我点点头，心里一片平静。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那就来吧，我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一切的准备。不到半小时，王德发就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他一进门，刘玉梅就扑了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哭诉：老王啊，你可得为我们家做主啊，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娶了这么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回来。王德发脸色铁青，一把甩开他的手：哭什么哭，像什么样子？他低喝一声，然后目光如炬地扫过客厅。王瑞站在一边，面色沉静。我从房间里走出来，迎上他的视线。王德发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复杂难明。他是我曾经的领导，也是撮合这桩婚事的人。现在出了这种事，他比谁都尴尬。都坐下说。王德发在主位的沙发上坐下，
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一场3堂会审正式开始。江瑶，你先说，到底怎么回事？王德发看着我，我把今天去医院的经过平静地复述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任何情绪。然后我将那张单子放到了王德发面前的茶几上。王德发戴上老花镜，拿起单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当他看到单子时，捏着纸张的手明显抖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自己的儿子。王瑞，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明天会和江瑶去医院重新做检查。王瑞言简意赅。检查？还检查什么？柳玉梅尖叫起来。事实就摆在眼前，她怀了野种，想赖在我们王家头上。你给我闭嘴！王德发猛地一拍桌子，把刘玉梅吓得一个哆嗦。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谁都不许胡说八道。他转过头看着我，语气缓和了一些。小江，叔叔不是不信你，只是这件事太突然，也太离奇。王瑞的身体情况，当初我是跟你说过的。现在你突然怀了孕，我们总得弄个明白。我理解他的立场，换作是谁都很难相信这样的巧合。我明白，我点点头，我愿意接受任何检查。我的坦然让王德发的脸色好看了一些，他沉吟片刻，做出了决定。好，就按王瑞说的办。明天一早，我陪你们一起去市第一人民医院，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结果出来之前，这件事谁也不许再提一个字。他的目光严厉地扫过刘玉梅，刘玉梅不甘心地撇撇嘴，到底没敢再说什么。这场短暂而压抑的家庭会议就这么结束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王德发亲自开车，一路上车里的气氛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要冰冷，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呼吸声。到了医院，挂号排队，一项项的做检查。王瑞去了其他科，我则在王德发的陪同下又去检查了。刘玉梅也跟来了，像个监工一样寸步不离。我躺在病床上，再一次感受着探头的冰凉。显示屏上那3个小小的生命迹象依旧清晰。医生确认了我的身体很健康，一切正常，拿着新的报告单出来，等待王瑞那边的结果。等待的时间最为煎熬。我们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刘玉梅坐立不安，时不时用怨毒的眼神剜我一眼。就在这时，一个我最不想看到的人出现了。陆泽远，他挽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身后还跟着他那个趾高气扬的母亲冤家路窄，他们显然也是来复查的。陆泽远看到我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他身边的女人立刻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眼神里充满了得意。陆泽远的母亲更是像只斗胜了的公鸡，她看到我，故意拔高了声音：“哎呦，这不是江瑶吗？真巧啊，你也来医院，来看什么病啊？该不会是治你那个很难的毛病吧？”他的话像一根根淬了毒的针，扎在我心上，也扎在了王家人耳朵里。刘玉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比锅底还黑。她虽然怀疑我，但不能容忍外人当她的面说她的儿媳妇，这打的不仅是我的脸，更是他们王家的脸。亲家母，我们家微微肚子都这么大了，你可得好好照顾。陆泽远的妻子娇滴滴的开口，火上浇油。陆泽远的母亲立刻满脸堆笑，那当然了，我们陆家的金孙可宝贝着呢，不像有些人，最后还不是被我们家泽远给踹了。他的话音刚落，一直沉默的王瑞忽然站了起来，他1米8几的个子，很有压迫感。他走到我面前，很自然地将我挡在了身后，然后他看着陆泽远一家，眼神冷得像冰。让开！他只说了2个字。陆泽远的母亲被他看得一愣，你谁啊你？敢这么跟我说话？王瑞没有理他，只是看着陆泽远。管好你的人，别在这里乱吠。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陆泽远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就在这时，一个护士从诊室里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单。王瑞先生，王瑞先生在吗？我是。王瑞应道，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让您过去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份报告单上，那份决定我命运的报告单。王瑞接过报告，转身走向医生办公室，我们也跟了进去。陆泽远一家竟然也鬼使神差的跟在后面，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医生是个有着卷烫发型的中年女人，她愣了愣，看着手里的报告，又抬头看了看王瑞，表情是那种想笑又不敢笑的古怪。王先生啊，医生清了清嗓子，你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说你生病了。王瑞报了一个社区医院的名字。胡闹！医生猛地一拍桌子，这简直就是医学界的耻辱，误人子弟。他把报告单转向我们，你们自己看，所有指标全部正常，非但不弱，而且身体健康都远超正常标准。这么好的身体条件，别说生一个了，生一个足球队都绰绰有余。整个诊室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刘玉梅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王德发的手在微微颤动。陆泽远和他母亲的表情更是精彩纷呈，而王瑞他愣住了，他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那份报告，又缓缓地转过头，看向我平坦的小腹。那一刻，我在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里，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名为风暴的东西。诊室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成了冰，然后又被一声尖锐的抽泣声彻底击碎。是刘玉梅，她死死地盯着那份报告，她的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变得惨白如纸。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像是魔怔了一样。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把别人的报告拿给我们了？医生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了职业性的不悦。女士，我们医院是最权威的，
每份报告都有严格的复核流程，白纸黑字，名字和编号都在上面，怎么可能搞错？你儿子的身体好得很，比很多20出头的小伙子都强。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刘玉梅的脸上，也抽在了不远处伸着脖子看热闹的陆泽远母子脸上。陆泽远的母亲，那个刚刚还趾高气扬骂我身体有毛病的女人，此刻的表情比吞了100只苍蝇还要难看。她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而陆泽远，他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我身上，又缓缓移向我平坦的小腹，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悔恨，有嫉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渴望。他以为的废品，原来是未经雕琢的璞玉，他丢掉的瓦砾，转眼就成了别人家传世的珍宝。还是3件，我看到他握紧了拳头，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他身边的妻子，那个挺着大肚子的良人，也感受到了丈夫的情绪变化。他不安地扯了扯陆泽远的衣袖，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敌意。整个场面混乱而滑稽，像一出蹩脚的闹剧。而我是这出闹剧里最冷静的观众。王德发的反应最快，他毕竟是当领导的，很快就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好啊，太好了！他激动地拍了拍王瑞的肩膀，臭小子，你可真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德发如此失态。而王瑞，风暴的中心，他终于动了。他没有理会身后那些精彩纷呈的表情，也没有去看他激动不已的父亲和摇摇欲坠的母亲，他只是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他的影子将我完全笼罩。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里，此刻正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惊涛骇浪。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张写着3胞胎的 B 超单，然后他将自己的那份报告和我的单子小心翼翼地叠在一起，再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掌很宽大，很干燥，带着一丝微凉的意，却坚定有力。我们回家。他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瞬间安抚了我不定的情绪。我点点头，好呀。他牵着我转身就走，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他甚至没有再看陆泽远一眼，那种彻底无视才是最极致的蔑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从陆泽远他们身边走过，我能感受到背后那几道像是要将我后背烧穿的灼热视线，也能听到陆泽远母亲气急败坏的低吼，假的，肯定是假的，一个不能生的，一个也有毛病的，怎么可能怀上3胞胎？肯定是那女人在外面偷他的话还没说完。走在最前面的王瑞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没有回头，只是侧过脸，声音冷得像12月的寒冰。我太太的名字叫江瑶，如果你再敢对她说一个脏字，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说完，他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阳光下，他的背影挺拔如松。回程的车里，气氛诡异到了极点。来的时候是冰窖，回去的时候却像是被架在火上烤。王德发亲自开着车，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笑容，嘴里哼着不成调的老歌，看得出来他高兴坏了。刘玉梅坐在副驾驶上，整个人都蔫了。她一句话不说，只是时不时地透过后视镜偷偷地看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尴尬，有心虚，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我坐在后排，靠着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街景。王瑞坐在我旁边，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和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车子颠簸了一下，王瑞下意识地伸出手，在我身侧虚虚地护着，虽然没有碰到我，但那个姿态充满了保护的意味。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他也正好看过来，四目相对，他很快就移开了视线，耳根处却泛起了一抹可疑的红晕。这个发现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这个像冰山一样的男人也会不好意思。哼！刘玉梅在前面重重地咳嗽了2声，打破了车里的沉默。她转过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个江瑶啊，她一开口我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个称呼太惊悚了。你渴不渴？饿不饿？妈给你准备了保温杯，里面有热水，还有些小点心，你垫一垫。她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那副殷勤的模样和我刚嫁进来时那个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婆婆判若两人。我淡淡的开口，不用了，谢谢。我的疏离让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王德发在前面打圆场，江瑶啊，你妈她就是嘴巴坏，心不坏的。以前是她不对，你别跟她一般见识。现在你有了身孕，还是3个，是我们王家天大的喜事，是头等功臣。以后在家里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安心养胎，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只管开口。我没有说话，一句嘴巴坏心不坏，就想抚平过去所有的伤害吗？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如果今天检查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呢？如果王瑞真的不能生呢？那我此刻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扫地出门，身上还背着一个不守妇道的骂名？我不是圣人，做不到一笑泯恩仇。车里的气氛因为我的沉默再次尴尬起来，还是王瑞解了围。他从刘玉梅手里拿过保温杯，
拧开试了试温度，然后递到我面前，喝点水润润喉咙。他的声音很低沉，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温柔。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温热的水划过喉咙，也仿佛熨贴了心里某处冰冷的角落。回到家，一进门，刘玉梅就像换了个人，她立刻冲进厨房，乒乒乓乓地忙活起来。江瑶，你快坐，千万别累着，我这就去给你炖鸡汤，得用老母鸡，最补了。王德发也一脸郑重地对王瑞说，儿子，你从今天开始，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江瑶，她现在可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不能有任何闪失。王瑞点点头，脱下外套，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你先回房休息一下，等会儿吃饭了我叫你。我嗯了一声，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将外面那个喧闹而陌生的世界隔绝。我靠在门板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手不自觉地扶上小腹。这里有3个小生命正在悄然生长，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他们让我从一个被嫌弃的残次品变成了众星捧月的大功臣。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不真实。我走到床边坐下，拿出手机，屏幕上有好几个未接来电和一堆未读信息，全都来自同一个人陆泽远。我随手点开一条，瑶瑶，我们能谈谈吗？对不起，以前是我错了，我妈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她就是那个脾气，那家医院肯定是误诊了，我们都被骗了。瑶瑶，我后悔了。看着这些虚伪又可笑的文字，我扯了扯嘴角，后悔了，现在才后悔，晚了。后我打开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有配图，只有一句话：新的人生3倍惊喜，感恩命运所有的馈赠。设置仅1人可见，是王瑞。我的那条朋友圈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王家激起了新的涟漪。晚饭的时候，王德发和刘玉梅看我的眼神更加热切了。3倍惊喜，这个暗示他们显然看懂了。刘玉梅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鸡汤，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黄油。江瑶，快多喝点，这个补身体。她把碗推到我面前，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看着那碗油腻的鸡汤，我胃里一阵翻涌。孕早期的反应让我闻到油味就想吐。我皱了皱眉，把碗推开了一些。我没什么胃口，喝不下。刘玉梅的脸立刻垮了下来，怎么能不喝呢？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肚子里还有3个呢，不吃饭怎么行？营养跟不上会影响孩子发育的。她说着又要来劝我。王瑞的声音淡淡的响了起来，妈，她现在孕吐，吃不下油腻的。她一边说，一边从厨房拿了个小碗，撇掉了鸡汤上面大部分的浮油，只留下清澈的汤底。然后她把那碗清汤放到了我面前，喝这个吧，清淡点。她的动作自然而流畅，仿佛已经做过千百遍。刘玉梅愣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王德发赞许地看了儿子一眼，我看着那碗汤，心里有些触动。我默默地喝了2口，胃里果然舒服了很多。明天开始，我来做饭。王瑞忽然说。什么？刘玉梅叫了起来。那怎么行？你一个大男人，天天下什么厨房？再说了，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我会安排好。王瑞的语气不容置喙。江瑶现在口味特殊，你做的饭她吃不惯。刘玉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被自己的儿子当面嫌弃厨艺，她的面子有些挂不住。我明天就去买菜谱，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做什么。不用了。我放下碗，平静地开口。阿姨，我知道您是好意，我刻意加重了阿姨2个字。刘玉梅的脸色又难看了1分。但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吧，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好，就不劳您费心了。你……刘玉梅气得想拍桌子，但看到王德发警告的眼神，又硬生生忍住了。江瑶，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憋着气问。没什么意思。我抬起眼直视着她，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我没忘，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是圣人，做不到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所以请您和我保持距离，这对我对孩子都好。我的话说得平静，却字字诛心。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刘玉梅的脸彻底涨成了猪肝色，她大概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气，被一个她曾经视为下不了蛋的鸡的儿媳妇当着全家人的面如此不留情面的打脸，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够了。王德发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满是疲惫。他看着刘玉梅，眼神里是深深的失望。自作自受。江瑶说的没错，你以前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换成谁能当没发生过？你现在就给我好好反省反省。从今天起，这个家江瑶说了算，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不让你做什么你碰都不要碰。你要是再敢给他气受，就给我搬回老房子去住。王德发的话像最后的审判，彻底击垮了刘玉梅。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却不敢再看我一眼。这场闹剧终于以我的完胜告终。吃完饭，我回了房间，没过多久，房门被敲响了，是王瑞。他端着杯温牛奶。医生说睡前喝杯牛奶对你和孩子好。他走进来，把牛奶放到我的床头柜上。房间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昏黄的床头灯，光线柔和地打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都柔和了不少。今天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谢谢你。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谢我什么？谢谢你愿意留下他们。他看着我的小腹，
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名为温柔的东西。我心里一动，他们也是我的孩子。他点点头。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气氛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尴尬，一种微妙的情愫在我们之间悄悄地滋生。他忽然又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自然。你发的朋友圈我看到了，我的心漏跳了一拍。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他看着我，眼神无比认真。你的人生，你的惊喜，我会陪你一起。说完，他像是怕我拒绝一样，转身快步走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心跳如雷。窗外月色如水，我忽然觉得这场荒唐的婚姻或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王瑞开始接管厨房的那天，王家的伙食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我从没想过，一个看起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男人竟然会做饭，而且做得那么好。他像是有一个精准的营养师团队在背后支持，每天的菜谱都不重样，精准的避开所有我不喜欢的食材，又完美的契合了孕早期的营养需求。酸甜开胃的番茄鱼片，清淡爽口的冬瓜虾仁，还有各种养胃的小米粥、南瓜羹。我的孕吐反应在他的投喂下竟然奇迹般的缓解了很多。刘玉梅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她想帮忙，却屡屡被王瑞客气的请出厨房。妈，厨房油烟大，对你皮肤不好。妈，这个菜谱需要精确控温，你那个火候掌握不准。妈，你去看电视吧，这里有我。几次下来，刘玉梅只能讪讪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儿子为我忙前忙后，她脸上的表情从不甘到嫉妒，最后变成了一种认命般的羡慕。她大概一辈子都没享受过王德发这样的待遇，而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这是王瑞的补偿，也是他迟来的身为丈夫的责任。我们的关系在这种一饭一蔬的日常里慢慢升温，虽然依旧分房睡，但我们之间的交流明显多了起来。他会问我白天身体怎么样，宝宝们乖不乖，我也会提醒他工作别太累，晚上早点休息。我们越来越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平静的日子，却总有人不甘心被打扰。陆泽远又来了，这次他直接堵在了我单位的楼下。那天我刚下班，走出大门就看到了他，他靠在他的车边，几天不见，整个人憔悴了一圈，胡子拉碴，眼下是浓重的青黑。看到我，他立刻掐灭了手里的烟，快步向我走来。瑶瑶，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我皱起眉，往后退了一步，挖开和他的距离。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不，有。他有些激动，上前一步想抓住我的手，我立刻躲开了。瑶瑶，你听我解释，是我妈，都是我妈逼我的。她说你要是生不了孩子，我们陆家就绝后了。她说她死都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她母亲身上，真是可笑。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连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主，这样的男人，我当初是瞎了哪只眼才会看上他5年？说完了吗？我冷冷地看着他，说完了，我该走了。瑶瑶，你别这样。他急了，拦在我面前。我知道错了，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孙薇薇肚子里那个孩子根本不是儿子，我前几天带她去查了，是个女儿。我妈气得天天在家里骂她，说她肚子不争气。瑶瑶，你不一样，你怀的是3胞胎，医生都说了，王瑞身体那么好，肯定都是儿子。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王瑞那边你不用管，我去跟他说，他要多少钱，我给他。100万、200万都可以。他的话刷新了我对无耻的认知下限，他竟然想用钱把我和王瑞的婚姻当成一场可以交易的买卖。我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可我的手还没落下，就被一只更有力的大手在半空中握住了。我回头看到了王瑞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站在我身后，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他握着我的手慢慢放下，然后他上前一步将我完全护在身后。他看着陆泽远，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极致的看垃圾般的蔑视。我的妻子，你不配。王瑞的声音平静却字字如刀。陆泽远被他看得脸色煞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还有，王瑞的目光缓缓扫过陆泽远的身后，陆泽远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僵硬地回过头。不远处的路口，孙薇薇挺着大肚子站在那里，她的脸上挂着2条清晰的泪痕，显然刚刚陆泽远说的那些混账话她都听见了。王瑞拉起我的手，看都没再看那对陷入危机的男女一眼。我们回家。他带我走向他的车，留给身后的是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歇斯底里的战争。陆泽远和他老婆孙薇薇当街对峙的八卦，第2天就在单位传遍了。听说2个人闹得很难看，孙薇薇当场动了胎气，被救护车拉走了。陆泽远被他老丈人带人堵在医院，狠狠揍了一顿。整个科室的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同情到羡慕，再到一丝敬畏。他们大概觉得我是能让2个男人为我争风吃醋的传奇女人。我对此不置一词，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到点就等王瑞来接我下班。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正轨，但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让你好过。孙薇薇在医院稳定下来后，开始对我进行骚扰。她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每天给我发几10条辱骂短信。江瑶，你以为你怀了3胞胎就了不起了？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那些胡言乱语不堪入耳，我直接把她的号码拉黑了。结果
他又换了新的号码，继续轰炸。我换一个，他就再换一个，阴魂不散。那天晚上，我正在看书，手机又震动了起来，是一条彩信，点开是一行字：这就是你的下场。我的胃里瞬间一阵翻江倒海，我冲进卫生间，吐得昏天暗地。王瑞听到动静，立刻冲了进来。他看到我惨白的脸色和手机屏幕上的图片，眼神瞬间冷了下去。他一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顺气，一边拿过我的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爸，是我，有点事，可能需要您帮忙。他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王德发在那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他压抑着怒火的声音。我明白了，感动我的孙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挂了电话，王瑞把我扶到床边坐下，他给我倒了杯温水，轻声安慰我：别怕，交给我。他的手掌覆盖在我的手背上，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点点头，心里那些因为惊吓和恶心而翻涌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王德发打来的电话：江瑶啊，事情都解决了，那个姓孙的女人，她工作也丢了，听说问题不小。还有陆泽远，他公司那个合作了好多年的大客户，今天早上单方面跟他解约了，够不够？王德发问我，要是不够，我再让他们加点料。我握着电话，心里是说不出的震撼。这就是王家的能量吗？不过一夜之间就能让那对曾经高高在上的男女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够了，谢谢爸，我由衷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叫他一声爸。王德发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了起来，一家人说什么谢，你安心养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们整个王家作对。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嫁的不仅仅是王瑞这个人，更是他身后那个能为我遮风挡雨的强大的家庭。而这个家庭里最让我意外的是刘玉梅，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当天下午就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一脸的杀气腾腾和藏不住的得意。她把一缕被扯下来的头发拍在桌子上，我呸，什么东西也敢欺负我们王家的人，我今天就去他们小区了，指着那个老妖婆的鼻子骂，我告诉她，再敢让他们骚扰我儿媳妇，我就撕烂他的嘴。我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他们全家都别想好过。他叉着腰，像一个刚刚打赢了硬仗的女将军。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曾经让我无比厌恶的婆婆，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我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温水。妈，喝口水润润嗓子吧。我把水杯递到她面前。刘玉梅愣住了，她看着我，又看看手里的水杯，眼圈竟然一下子就红了。这是我嫁进来后第一次主动叫她妈，也是我第一次对她释放出善意的信号。她接过水杯，手都在抖。哎，好孩子。她连说了几个好，声音都有些哽咽。我知道我们婆媳之间的那层坚冰从这一刻起开始融化了，我不会轻易原谅她过去对我的伤害，但我也看到了她此刻对这个家，对我和孩子的维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她真心悔改，我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外部的纷扰暂时告一段落，我和王瑞的生活开始变得甜蜜而温馨。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陪我散步，给我讲睡前故事。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逛了母婴店，看着那些小小的可爱的婴儿衣服、婴儿床、奶瓶，我们两个对视一笑，眼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拿起一双粉红色的小袜子，在我肚子上比划了一下。你说他们会喜欢吗？他的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我笑着点点头，肯定会。那天晚上，他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留在了我的床上。他从背后轻轻地抱着我，手掌小心地覆盖在我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我能感觉到吗？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现在还太早了，我笑着说。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肩窝处，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颈侧，痒痒的。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一首动人的乐曲。江瑶，他忽然叫我的名字。以前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怅然。我没想过结婚，更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孩子。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的心被他的话重重地撞击了一下，酸酸的，软软的，又带着一丝甜。我转过身，面对着他，在昏黄的床头灯下，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里的深情和认真。王瑞，我也是。窗外月华如水，岁月静好。我知道我那颗因为陆泽远而死去的心，在这一刻因为王瑞彻底复活了，生活终于回归了它本该有的平静和安宁。几个月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我在医院里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孩子，2男1女，3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当护士把3个小小的皱巴巴的婴儿抱到我们面前时，整个王家都沸腾了。刘玉梅抱着这个亲亲那个，眼泪就没停过，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乖孙孙哟，可想死奶奶了。王德发也一改往日严肃的模样，笑得合不拢嘴。他小心翼翼地从护士手里接过最小的那个孙女，动作笨拙的像在捧着一件绝世的珍宝。而王瑞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我的床边，一手握着我的手，一手轻轻地抚摸着宝宝们的小脸。他的眼眶是红的。瑶瑶，谢谢你。他的声音沙哑
而充满了感激。谢谢你来到我身边，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我看着他，看着我们可爱的孩子，看着我们幸福的家人，眼泪也忍不住滑落了眼角。这是幸福的泪水。我的人生曾经因为一个恶毒的谎言而被重新填满，变得无比圆满。我们的孩子，大儿子叫王晨曦，二儿子叫王星河，小女儿叫王念瑶。晨曦和星河是王瑞取的，他说他们是照亮我们生命的光，是璀璨的星河。而念瑶是我取的，我希望他永远记得妈妈的名字里有一个瑶字，也希望他永远被这个家深深的惦念着。出院后，我们搬进了王德发早就准备好的一栋大别墅里，曾经那个安静的有些冷清的家，瞬间变得热闹非凡。孩子们的哭声、笑声，咿呀呀的雪雨声，成了这个家里最动听的交响乐。刘玉梅彻底成了一个围着孙子孙女转的快乐老太太。她抢着给孩子换尿布、喂奶，手法比我和王瑞还要熟练。王德发也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回归家庭。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他的小孙女，给她念报纸、讲故事。虽然念瑶一个字也听不懂，只会对着他傻笑、吐泡泡。而王瑞，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儿奴，他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我们母女4人。他会给儿子们换尿布，但给女儿换的时候，动作总是格外轻柔。他会抱着儿子们举高高，但抱着女儿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晨曦和星河为此没少向我这个当妈的告状。每当这时，王瑞就会一脸无辜地看着我。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得娇养。我看着他那副理直气壮的模样，总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曾经那个冷得像冰山的男人，早就被3个小家伙给彻底融化了。一晃眼，孩子们就满了1周岁。他们学会了走路，跌跌撞撞，像3只可爱的小企鹅，也学会了叫爸爸妈妈。每当他们用软软糯糯的声音喊着我妈妈扑进我怀里时，我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个周末天气很好，我们一家人在别墅的草坪上办了一场小小的周岁宴。阳光下，3个穿着一样衣服的小家伙追着皮球咯咯地笑个不停。刘玉梅和王德发跟在他们身后，满脸都是慈爱的笑容。我靠在王瑞的怀里，看着眼前这幅温馨的画面，眼眶有些湿润。在想什么？王瑞搂着我的腰，轻声问。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相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有些感慨地说。王瑞沉默了片刻，没有如果。他转过我的身子，让我面对着他，他的眼神温柔而坚定。我们注定会相遇，所有的错过都是为了最后的重逢，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衬托此刻的圆满。他低下头，轻轻地吻住了我的嘴唇。不远处是孩子们清脆的笑声和长辈们慈爱的呼唤。我的人生从嫁给王瑞的那天起，才算真正开始。我们的故事从一场荒唐的交易开始，却终将走向用一生来书写的地久天长。